它還可以訓練你從零變成有感應的能力。你要怎麼去解釋到讓所有人都知道，能夠理解，其實我們都在尋找愛，我們都在理解愛，我們都在創造愛，我們都在感受愛。你要怎麼樣讓人家知道說整個宇宙的運作是愛？对，我覺得我們這部影片很大的幾率，大家會在下面留言說你們到底在攻啥？哇，我好久沒錄音了，我超久沒錄節目了。真假的？對啊，就是最近人生也是怎樣來到一個坎站，很大的起伏。對，然後你是在這個起伏過後我的第一個來賓。好榮幸。對啊，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呈現的狀態可能也跟之前不太一樣。有，其實完全不一樣。真的嗎？怎么你什麼感觉？現在比較柔和，之前其實比較銳利，可能這個比較偏向是氣場跟能量，還有面向。這個面向看起來就是你前一陣子可能經歷了真的蠻辛苦的事情，就是可能內心的煎熬啊，或是什麼事，它就是有一個跨過成長的那個狀態。一個面向可以看到那麼多，我不知道別人啦，但就我來看的話，其實你應該不是純看面相，你應該是還有感应一些之類的。對啊，不然怎麼可能面相看得出來說哦，你前一陣子怎麼樣？不過你現在好多了，這樣應該也沒有到好啦。我覺得有點像是你在海上，然後狂風暴雨，一開始當然很驚嚇、很挫，然後如果當一個月都是這樣的時候，你就會有點好啦，隨便啦，反正就這樣啦。對，雨照下我照活的感覺。OK， 好，我們今天菲利來是因為菲利最近生了一個孩子。我最近出了一個算是神諭卡，對，然後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出牌卡，很久了，但就沒有勇氣。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第一牌卡它好像必須要畫得很漂亮，就是我擔心我沒有辦法把畫技或者我想表現出來的意境達到那個樣子，所以我就會這很難因為超難的。就算我們就是用文字跟 AI 敘述，然後它出來的東西也會就是有這傻小這樣。對，沒錯。对，所以結果這是誰畫的？這個是我先畫構圖，然後我再把它丟到 AI，然後去跟它做溝通，然後開始一張一張開始選。所以最後是你跟 AI 的作品，沒有一個真正的畫師來畫這東西，沒有。這個時代真的是已經走到這個程度。我其實在做之前我其實很猶豫。我知道有些人其實不喜歡 AI 畫出來的東西，會有個 AI 感，對，或者是他們覺得這不叫創作，其實那個時候我也很猶豫，就是這樣還會是我的作品嗎？所以我才會用我的構圖下去做調整。我身邊有一些朋友是在畫畫的，可是我後來沒有選人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一方面是我會很機車。我懂，而且你人的話，你又要去顧慮他的感覺，我要怎麼講，我要怎麼表達，然後如果他有他的意見，我還要去尊重他的意見什麼的。對，但因為這副牌是我想要呈現出來的東西，所以我沒有想要讓第二個人經過。對，然後一方面是我也不想要打壞朋友關係，因為我真的覺得我會很機車。我懂，就是這是你自己生出來的東西，你想要有一些東西是完全是你原汁原味，你堅持的，你總不可能就是懷孕的時候，然後你朋友說，我覺得你小孩可能長怎樣比較好，因為干你屁事啊。對，我覺得你小孩叫什麼？對，就是沒有，這不就我的小孩？對，所以我就後來沒有找人用，然後我是跟 AI 去配合，然後。对，我就是也花了蠻多時間，我就是在 AI 的圖檔裡面出不來，你知道，就3更半夜，然後我還在那邊弄那個圖，然後就覺得哇，好開心，好開心，好快樂，好快樂。可是當卡住的時候，就覺得哦，真的想死。對，我懂，我也就是曾經沉迷在跟 AI 做圖的那個世界當中。這剛好跟我們下一集跟菲利要聊到的話題有關，就先跟大家預告一下。對，就是對啊 ，AI 已經在我們的生活，我覺得已經不是生活，是生命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影響力。對，所以好，沒關係，我們先回來介紹你的牌卡。我覺得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好了，因為如果平常有可能背占卜或者是使用牌卡經驗的人，可能大概知道就是一些神諭卡啊、塔羅啊，或者是
牌卡好，其實我會出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牌卡，就是不管是塔羅牌或神諭卡好了，它比較訴求都會是你已經有這個背景的人來使用，你要先學一些，對，你要先有比如說身心靈背景，或是你要先去背牌的意思，然後或者什麼，所以你才能使用，然後最後解讀也要看可能占卜的人，他的經驗如何，你才有辦法做解釋。可是因為我占卜這麼久，就是有被我占卜過的人一定都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都會先說你想要問什麼，你今天想要問什麼。然後如果是我覺得不需要的，我就會說我覺得你不要花錢。什麼像是什麼東西不需要的？我看到他卡到或是怎麼樣的時候，我就跟他說這個跟占卜沒有關係啊，你就直接去拜拜，或者是你就直接去家裡附近幹嘛幹嘛，這樣就好了，就是不要來浪費錢嘛。就跟大家那個補充一下，如果沒有看之前菲利的訪問的朋友，可能对我們菲利他不是只是占卜師，他還有通靈的背景，对，应該這是叫背景嗎？協同嗎？能力嗎？能力，對，所以他菲利在做占卜的時候，他不是只是單純的解讀牌卡，他也沒有學過，你自己講嘛，你沒有學過，完全無法，對，就是一個靠通靈在那邊，所以就是在你拿出牌卡之前，你就會先比如說開天眼先看一下，看個大概。他在講的時候，我就會稍微先問一下，對，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他今年初他就有在問我，其實每一年都會開流年占卜，然後他年初的時候就有占，然後我就跟他說，你這一整年你都不要想感情，可是他這一整年就時常會問我感情，我說你就不要再問了，就沒有就是沒有，然後果不其然，他可能遇到的曖昧对象或是什麼，就是都發展不起来，但他自己很上頭啦，因為他今年走的運是處理自己的事情，就完全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向，然後人生目標，就完全就是先 focus 在自己身上，你才有辦法再去之後，你才有办法去額外發展情感的部分，否則你自己都沒顧好，你要怎麼發展情感？可能他現在走的運就不是感情運，那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在感情這一塊。對，我們還是需要生活嘛。那可能他工作現在比較需要處理，我們就去處理工作，或者比如說什麼祖先需要處理，或者什麼就去處理祖先的問題。可是因為我覺得人生很多事情它都是串聯好、息息相關的，就是可能你這2年沒有感情運，或者說還不到，可能是因為你前面有其他的事情，你需要先把自己準備好，對，或者是走到一個正確的方向，你的感情才會出現。如果你自己只困在一個不適合的地方跟狀態，他就不會來，对，他不會來，對啊，所以這是有道理的，並不是說你現在沒有就叫你不要去想。可是我後來發現啊，就是因為宇宙既然安排在這個可能所謂不是正緣的人跟時機來到你的生命，可能它就是讓你把自己顧好的一部分，可能你就是要經過這些渣男渣女，或許是來看到自己的價值，找到自己的力量什麼的，這也是把自己顧好的一部分。而如果說我完全就是譬如說今年不要想，然後如果我遇到人，然後就是不理封鎖或什麼的，可能你就錯過了這個成長的階段了。就是對你講的沒有錯，其實我的不要理的意思是指你不用太上頭在這件事情上，就是你不用全心的去投入在這件事情上，可是你可以讓它順其自然發展，可是你不用100%用力，或是120%的去用力。可是我覺得身為人類就是這樣，就是你看嘛，我們大家來到地球，就是在玩一個遊戲，可是大家就是會那麼入戲，你才有辦法真正的去體驗。对不对？如果说对啊，我们如果大家现在都知道说我来地球只是在玩一个遊戲而已，那我就是什麼事都不在意，那就沒有辦法真的有一些很深刻。對啊，所以就是在這些不適合或是錯誤的感情關係當中，對，我真的覺得什麼事就是投下去，保護好自己。所以我說不要投太高的原因在於，當你全部 all in 的時候，你其實不會想到自己。對，可是這或許也是他的課題的一部分。對，其實就是你要怎麼去收，就是你要怎麼去卡住自己的投入狀況。對，所以我才會跟他說，你還有其他的方向要發展，不要完全投入在這件事情上。我自己很有感的就是這件事情啊。你說投進去嗎？對啊，就是真的，我是要投進去了之後，我才會有很多的領悟。其實投進去也不一定會有領悟。我必須講那看人是不是？看人。好啦，我是還蠻容易有領悟的。那很好，因為其實這講話有點靈異，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比如說惡靈或是邪惡
或是不好的靈體好了，其實這都是執着跟怨念。為什麼會變成執着跟怨念？就是你根本沒有領悟到這件事。對，你還是一心的，就是可能覺得我不敢怨。对，不管是在哪一件事情上面，情感也好，或是工作也好，金錢或者对，就是我不敢怨，然後我見不得別人好等等的這種很負面的狀態，就是你沒有真的回到自己身上去思考說，為什麼我今天會遇到這件問題？是要教會我什麼東西？對，有些人會一直抱怨自己沒有遇到好的貴人，沒有人提拔他，然後他就開始抱怨時不我與，或者說我沒有含着金湯匙之類的。可是實際上是你有沒有真的善待你身邊的人？這也是別人會不會願意来幫助你的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如果你都口出惡言，然後你甚至針鋒相對，然後用一個很負面的狀態，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這樣子想要來幫助你啦，或者是說你有沒有加強自己的对能力？对啊，就是這些東西都是一個，我觉得都是你有沒有辦法去最後面悟到的事情。可是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悟到，我必須這樣講。對，所以其實要悟到，算天分嗎？就是機緣嗎？我覺得這是修煉啊，也機緣，對，也是啦。对啊，就是所以就是要用你的牌卡來幫忙。所以其實我就會希望大家都能夠把狀態都回到自己身上。就是我今天遇到事情好了，我們再回來看說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现在遇到了什麼樣的坎障，然後關卡，然後可能發生的問題，然後再來去考慮一下說我要怎麼應對。像這副牌卡，它的說明書寫得很仔細，最後面一定會有你可以怎麼做的建議給你。對，就是真的落實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3D 世界，然後甚至每一張牌卡都有對應的冥想。对，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靜下来，可以好好的回到內在。這是在說明書上面可以看到。你有帶來嗎？有。讓我先隨便來翻一頁好了。請。這是牌卡的名字，叫做魂之印記。對。然後這一本叫做喚醒靈魂心語之書。就是它的說明書。沒錯。好，我隨便翻一頁。請。仙女座變革者，它就是什麼？沒事，有對應到什麼嗎？這個每一張牌卡的說明書上面，它就會有牌卡的說明、核心訊息、對應的能量冥想、可能的呼應跟啟示、象徵意義跟療癒指引。牌卡的訊息，它會是這張牌卡它主要帶下來的最大的訊息。當然，絕對不會只有上面講的這麼少而已，因為其實還有更多，只是說明書你知道範圍問題沒有辦法放進去。而且這也是想要給大家練習，就是每個人都可以靜下來去感受牌卡想跟你說的話是什麼。這都是可以練習，絕對不是說說明書說什麼就是什麼，裡面還有很多更深層的意義。然後再來就是你剛剛抽完之後為什麼會說的原因，是因為仙女星嘛，變革者嘛，就是他需要打破僵化。我真的最近一直在打破，這1-2年一直在打破制度，打破很多規則，然後創新，打破。我覺得打破制度跟規則那有比較像是外在的，我最近經歷的比較像是打破內在的，比如說都是啊，对角色的認同，对，或者是舊有的認知跟習慣等等的。這個是一個創新者的牌，就是你本來生下來就是來創新的，不要去走別人的路，對，不要因為別人的話，然後就再回到那邊，或者是被世俗的規則，或者是对，不要跟着別人的路走。所以你抽到我才會說，哎呀，我最近真的是有一個這個大破大立的感覺，碎了一地才有辦法。就大家不要覺得這種打破或者是對是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這才是重生的起點。对啊，你不打破，你怎麼會有一個新的雛形出来？對啊，而且你打破了，你才會知道你自己是誰啊。否則你只是照着別人給的僵化的模式去走嘛，那你走出來的東西跟大家都一樣啊。對啊，那就不需要有你啊。我們來看看牌卡，就聽說很美，我覺得很美，是真的很美。那跟我們說說牌卡上面圖案的一些設計好了，就是像這張好了，這張是第10張，它是靈魂書，就是有點像是阿卡西記錄，你原本的生命進程，它就已經寫在你的書上。每個人都是一本書，
就是靈魂藍圖，對，有點類似。但是這本書它其實是無限的，它有無限種可能，你不需要一定要翻到哪一頁，你想要怎麼創造你自己的書都可以。对，所以我如果今天問的是一個我對未來好迷惘，然後我抽到這本書，抽到這張卡，它的解讀方式就是會。你的人生有很多選擇，你不一定要照着現在的選擇，你要照的是你內心最想做的那個選擇。你通常你問這題，你的心裡一定有一個答案。對，只是你不敢選，或者是太多顧慮。這個就是讓你選你最想要做的那件事。沒有一件事情是對或錯，或是可以不可以。你就是只有去試了，每一個東西它都是有不一樣的結果，每一個東西它都是有不一樣的支線任務，或者是不一樣的劇情推進。它沒有一定要怎麼樣，故事絕對不會是什麼像小紅帽啊，或者是什麼白雪公主什麼固定一定是這樣子，然後什麼王子跟公主一定會到老啊幸福什麼，没有這種事情。对，你可以寫你自己的書，而不是照着別人希望的方式寫書。对。所以你這一系列的牌卡，它上面的圖案，它不像是比如說塔羅，它有一個系列一個故事嗎？它是一個，你是怎麼樣創作出來這些靈感是哪來的？我其實先定好每一張牌卡的名字，它总共這整副牌其實總共是36張，完整的這套就是36張，然後額外會有9張是送大家的，不是每個人都會有，就是你要自己額外去加購這9張。可是大家只要買牌卡的時候，一定會拿到額外的1張。這張卡這9張有點像是宇宙給你的信，你現在的狀態是什麼？宇宙想跟你聊什麼？對，所以就是額外準備了一個信的方式來給他，就是他們在買的時候，你可能就是隨機會一個，對，我會直接拿1張，对，然後每一張的顏色都不一樣，信封也不一樣，就是很有儀式感。對，其實這36張它是有個循序漸進的故事，像最後一張是這個封底，這個封底它的意思就是境界之域，我想要做的是結界，因為我們在使用牌卡或是什麼時候，它一定會有能量的轉換傳遞，所以我希望所有牌收在這裡面的時候，它有一個結界可以保護它，淨化跟結界。對，這張牌本身代表寓意也是這樣，就是當你自己可以很專注在你的內在，你不會受到影響的時候，你就已經在這個境界線了。每個人都需要畫出自己的線，這條線是告訴別人怎麼尊重你，然後你也可以保持自己最好的狀態，對，所以那條線很重要。所以這36張它也算是有一個故事嗎？它不是故事，可是它是不同階段，像前12張吧，它比較偏向宇宙，整個大宇宙的宇宙法則，对，然後在中間的話是星際文明，跟古老的一些文化，然後中段是神，就是比如說阿波羅啊，或是月神啊等等之類的，然後甚至還有古埃及，然後最後一個是大方向的，也是宇宙法則，它其實有點呼應。比如說剛剛那個書，對，這個也是宇宙法則，就是我們的宇宙的運轉法則就是這樣。然後再來最後面會是接到，比如說像是2儀4象。你知道2儀4象嗎？就是聽過，反正就是跟陰陽相關的那種1生2、2生3的那種道法，對。然後還有蓋亞生命之母，也就是跟我們宇宙初始創生有關係，所以其實最前面跟最後面是呼應。然後最後一張為什麼會是境界的原因，是因為其實在整個宇宙太初的時候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就是那一條線，就是大家都是很緊密，但是又不會跨出彼此的界限。創造這副牌卡的原因，就是希望說大家在沒有學習過任何靈性背景的狀態下，大家都是隨便，就是你知道，我今天只是有一個想要接到指引，对，我就可以使用這張牌卡，或者是這副來抽一下，或者是我最近覺得我好像哪裡不舒服卡住了，就是整個人身上我覺得很躁鬱，或者是我很低落，我很低沉，然後我卡關了，你就可以抽這個牌。可是如果在這樣子的狀態跟情緒下面，為什麼牌卡可以幫助到我呢？因為它上面會告訴你，你可能面臨的關卡是什麼。就像剛剛說明書上面會寫嘛，對吧？比如說，假如你剛剛抽到那張，就有可能代表你其實正在面臨的是，你到底要不要成為那個打破規則的
自己。對，就是你還沒有完全跨出去的那個狀態。對，他會告訴你可能的狀態是什麼。很妙呢。我剛剛不是抽卡，我是隨便翻一頁啊，对，也是有這個功能的，對不对？對，我有個朋友連續2次都抽到一樣的卡。然後他的狀態，我們見面大概是1個月見一次，他的狀態完全沒有改变，然後他抽都是抽到一樣的牌。還有什麼這個牌卡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嗎？這個牌卡的故事其實、裡面有沒有你最喜歡的嗎？最喜歡或者說最有感覺的一張，就覺得哇，有啊。来，請把它找出来。這張牌是贈牌之一，就是送的卡之一，它沒有在。你說那9張之一嗎？對，可以看。那張牌很重要，但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它。這張牌還是三太子的雛形，誰能夠想象三太子是走這個路線？其實中西方是有呼應神明的。在西方世界的話，他應該算是烏列爾大天使。对，然後來到台灣變三太子。對，這也很神奇，是因為有學靈氣的朋友，他們都會跟我說，我身邊跟着是烏列爾。然後在我一開始冥想的時候，我第一個腦海中出現的天使也是烏列爾。然後在現實生活中從小到大照顧我的人就是三太子啊。那你看到的他是長這樣，還是長電音三太子那個樣子？我看到了他嗎？都有。我們是好夥伴，可以一起玩一下。但是你知道做錯事的時候，我們也是要互相 cover。記得真的是国高中的時候，有時候出去玩，回家前就會默默的講那個今天不要亂講話。然後你跟他說，再走進家門，跟他溝通一下，不然我怕他去跟我媽亂講話，會告狀。會今天在外面在幹什麼？去哪裡玩啊？什麼什麼之類的。然後不要這樣子，下次就沒有了。再跟大家補充一下，如果沒有看之前節目的朋友，就是菲利的家庭是一個通靈家族，對爸爸媽媽都有姐姐妹妹，对弟弟通靈跟神明連結的體質。那所以這一張牌給的訊息會是什麼呢？先說烏列爾在西方世界來講的話，它是代表真理之火。這張牌也叫真理之火，可是它不是很激進的去讓你前進，或是讓你面對事實，或是讓你看到真理，或是把你身邊不好的東西全部燃燒殆盡。沒有，這張牌比較偏向是我就靜靜的陪着你，可是我這個火就在這，等到你想要面對的時候我們再来面對。這張牌是唯一裡面不帶任何療癒訊息的一張牌。可是他這樣子的存在就很療癒啊。對，可是他沒有任何療癒訊息，就只是陪你。但是任何你不想要的他都會幫你阻絕，就用火幫你燒掉，所以他身邊才這麼多火啊。所以我今天如果抽到這一張的話，就是比如說在一個狀態不好的狀態下抽到這一張的話，你就先讓自己沉浸在這狀態沒有關係，等到你有你想要面對的你再來面對就好了。就不要逼着自己一定要去面对，没必要。可是不用害怕，他會保護着你。对，你在創作這一副牌卡的時候，也有注入一些什麼樣的療癒的能量進去嗎？療癒的能量比較會偏向是跟他們合作生出來的牌卡。对，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帶有療癒的訊息，就像你那個書裡面一樣，你可以翻，還有一些療癒訊息，其實就是這個牌卡本身想帶出來的東西。我問的療癒能量是有點像是比如說一些靈氣的，沒有這個完全沒有，因為我不想要讓我去干擾到這副牌。在牌卡界會有一種創作者他的本心跟能量狀態如果殘留的話，這副牌卡以後會在這個人變質之後可能會影響這副牌卡。所以其實在創作之初我們就已經溝通好，就是他們也只是借由我來創作這個東西，我只是一個通道。對，我只是一個通道。所以你當初有靈感要做這個牌卡的時候，我一直都有在買很多牌卡，可是我一直沒有找到一副我觉得很能夠讓我想要的東西的牌卡。你是說在解讀上面嗎？对，我觉得它都不是这么，就总觉得少了一點什麼，就是我不想要它只是單純的告訴我說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可是我有時候是內心有空洞，我想要療癒，我想要知道我還可以怎麼做，或者是你有沒有什麼冥想可以告訴我，我想要的是這個。而且我覺得剛剛看這一本，好，我們就叫它說明書好了，這樣看下來，然後還有包括你的講解，就是說
我們如果一般去找人家占卜，或者自己抽其他的神諭卡或者什麼的，可能就真的只是告訴我說你現在的狀況是什麼，你現在遇到的困難是什麼，然後我還要另外問說那你可以給我指引嗎？就再抽，然後指引是什麼？那我現在我能夠怎麼療癒自己呢？就還要再抽，就是很累，你要花在解讀這件事情上面的功夫很多，就是你如果不是真的學過的人，或者是說你要一直問你的占卜師，對，因為占卜師也不一定会就是那麼直覺性的告訴你，也不會這麼明確的告訴你說你可能可以怎麼做。对，可能你沒有逼問，他就不會想到，或者是我發現有的占卜師有點像有一些中醫師，他就只是說好了，你這個就是我幫你調啦，很少是不是？对，就是我只有那個開藥回去調一調就好了火氣太大太燥什麼的，然後就不會告訴你說前因後果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樣照顧自己，或者是說你現在身體發生什麼狀況，所以怎麼樣了，他比較不會這樣仔細的告訴你。而且可能很多人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問，所以就是聽完就就這樣子而已。對，然後可能事後再想到說那我這樣該怎麼辦的時候。怎麼辦？就是下次再回去回家，或者說下次再約一次，有點累。所以這一副牌卡就是可以比較全面的幫助到我們，就在遇到一個問題或是一個狀況的時候，我們可以從解惑到如何的療癒自己，一整套的可以在不需要任何學習背景的狀況下面。沒錯，而且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其實它不是只有单純就是從零開始，就是從新手可以用而已，是它還可以訓練你從零變成有感應的能力。怎麼說？就像我刚剛講的，一張牌卡裡面它帶的讯息就是那樣，可是實際上遠遠不止書上寫的那樣，還有更多的訊息在牌卡裡面。所以你可以自己寫下來，就是你今天抽了這張牌，你可以每天抽一張，然後你靜下來，就花5分鐘，然後你去看着牌卡，你認為這張牌卡對你的想法是什麼，或是你感覺到它的東西是什麼，想要跟你說什麼，給你的感覺是什么，然後你就把它寫下来，就是做練習跟記錄，這是訓練直覺通靈力的一個方法。對，所以我才會出那個筆記本啊，筆記本上面的那個圖案也是我特別要求一定要这樣畫的。跟我們大家講一下這是什麼圖案？這個圖案其實它也是個結界圖，因為我希望寫在筆記本裡面的所有東西都可以被保護。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書寫的人。对，我看得出來。對，而且你的字很好看，看起來就是有常在寫字的人。真的大家這個年代就大家都用手機打字，真的很不會寫字。我沒有辦法，我就很喜歡寫字，我寫到網球肘，因為我很喜歡寫字，所以我就把前面做成方格，然後後面是可以畫畫空白，然後前面還有就是簡單的介紹，然後還有引導冥想，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比較不知道怎麼去冥想，大家都開那個什麼冥想引導，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的那些冥想，其實我覺得那都多多少少還是會干擾啦。有時候會耶，就是因為我們自己可能有一點冥想經驗之後，你會發現你的狀態跟他現在正引領到你的 tempo 可能不一樣。對，就是可能調整呼吸，每個人呼吸速度又不一樣，可能對你都還沒呼完，他就已經下一步了。对，然後不然就是你可能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什麼狀況，你好像感覺到什麼，好像看到什麼，然後他會突然講話，或者是幹嘛？對，然後就這樣我出戲了。對，所以有時候冥想這種事情還是自己來比較好。對，然後因為我其實在占卜的過程中，很多人問我說要怎麼冥想，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冥想的方式寫下來。我覺得這個是最簡單的。然後有些人就說，冥想不是就是要專注在呼吸上嘛，或者是什麼？我說我這個人是沒有辦法專注在呼吸上，因為如果專注在呼吸上，我就會太專注，說我到底有沒有吸氣，然後我現在吸到哪裡，然後就沒有辦法去放掉思緒。對，所以你只是很認真的在呼吸而已。对，我就很認真的在吸氣吐氣，吸氣吐氣，然後吸到後面就覺得哇，我好累哦，我現在有點喘，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冥想方式寫下來，然後放在上面，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簡單，就是它其實不是要你幹嘛，就是你就是一直關注你自己現在身體的能量跟氣，你要去觀想想象自己的狀態，它就只是在這個狀態上而已。所以那我幫大家問一個問題，因為我遇到很多人都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都會說冥想的時候靜不下來怎麼辦？所以才用這個啊。因為我這個冥想是簡單來說，就是你先想象自己被光球包住，然後開始從頭到腳的一步一步把身上不舒服的地方
清掉。這個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指你可以想象它是有黑氣，或者是它是有黑色的沙，或者是流動性的東西，然後讓它從身體裡面慢慢流出去。也不是只做一次，因為一次有时候沒用，所以它是來回的一直去確認你哪一邊的身體是不是真的鬆了，還是說哪裡還有繼續灰色的或是黑色的氣，或是身上有沒有其他顏色的氣，所以它是整個從頭一直在循環這件事情，你就不會去想別的事啊，就是你就一直在觀想你的整個身體的狀況的氣的循環。那很多人又會有接下來的疑問，就是說我沒有感覺啊，我不知道我身體哪裡怎麼了，那就是不夠靜，所以就是要再靜。然後或者有人說啊，這是我自己只是亂想而已，無所謂啊，這就是訓練你跟自己的對關注自己，對，關注自己身體，對，然後跟自己連接，然後相信你的直觉。对，你不要想說什麼幻想不幻想，無所謂啊。就像哈利波特最後一集，哈利不是死掉嘛，然後他在那個車站遇到那個校長，哈利就問校長說，校長會不會有可能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校長說，就算是幻想那也沒關係啊，他至少他在你的腦袋裡是真的啊。我不是鼓勵說大家一定要幻想或者什麼，可是我覺得靜下來去看自己身體這件事情，它是確實存在的。其實我覺得這跟我剛剛前面問的問題，就是很多人說靜不下來，也是另外一個呼應。因為其實我覺得你如果靜不下來的時候，你就不需要逼自己一定要靜下來，因為你如果說你現在試着冥想或者試着靜坐，試着靜心，可你腦子裡面就很多思緒在跑的時候，你要逼自己說不要想不要想，不可能，就像你叫自己不要呼吸一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你不如就反而来观察你的這些想法，對，在想什麼，是在擔心午餐，是在擔心存款，擔心投資，擔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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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那至少你知道說你現在的可能生活焦慮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對，你可以至少先找到這些點。我自己啦，靜不下來的時候，我做一下我就會起來了，因為我知道我自己靜不下來，我連觀想自己的身體狀態這件事情都沒辦法進入，我就不會強迫自己去做這件事，因為代表我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先把這些會影響我思緒的東西處理掉。對，我會先把可以處理的東西處理掉啊，處理不了我就跟自己講，我就處理不了，我現在想這個也沒有用。對，就是我想3個月之後的東西也沒有用，我現在當下就處理不了，那我就回來繼續靜坐。我有時候也是會，就是如果就真的很多思緒的時候，我就讓他撕。對，我就讓他自己就是你知道，很像東西要髒水要跑掉，就是要讓他先跑一遍，他跑的差不多了就沒了，就差不多可以靜下來了。對，或者是說你可能一邊在那邊跑，你自己就一邊把思緒給理清了。對，有時候大家可能不要覺得冥想好像是一個多麼高尚的事，对，什麼高大上或是什麼很厲害很靈性的事情，有時候就只是幫你整理自己的思緒而已啦。整理思緒最好的時間點是洗澡啊，我也是洗澡跟洗碗的時候。對，洗碗是我療癒的時刻，然後洗澡是真的是哇，我都覺得說應該有人發明在洗澡的時候可以寫字的東西。錄音好不好？錄音寫字有一點困難，也是可以，因為比較簡單，你可以就按一個鈕就好了。因為其實在洗澡的時候，你的思緒會很快的被理清，然後會有很多不同的靈感出來。而且因為水是一個媒介，對，沒錯，水是一個媒介，所以其實我會喜歡在洗澡的時候整理很多思緒。對，我也是洗碗跟洗澡都特別容易，有靈感，或者是就接到一些什麼想法了。對，就會或者是突然某一個卡很久的點，你就開了。所以我就是有時候想不到什麼，或是我整個人很不舒服的時候，我就會跑去洗澡。小時候不喜歡洗澡，長大很喜歡洗澡。補充這什麼莫名其妙的資訊？我比較好奇的是啊，就是因為你今天做的這一副牌卡，它不像以往市面上的，你知道有的牌卡它就是，比如說它就是塔羅好了，它可能只是重新畫一系列的故事，重新出版之類的，或者是重新說故事。可是你現在有點像是你打破你自己，重新建立了一個系統。对，那你這個靈感是怎麼樣從無到有？就是其實它有點像是每一個不同的頻率存在，來報名。所以你有收到很多，對不對？哇，超多的！我跟你講，真的超多的。我其實在重做牌卡的時候，就真的就是每一個都會他們自己來報名這樣。你說他們來報名的時候，你的畫面是什麼？好好奇。畫面是什麼？就是你會直接看到那個，所以你有看到就是這樣子嗎？如果是這樣子的話，當然就是
就是他。對，他是最積極的。那對啊，那其他的嘞？其他怎麼來報名的？就探個頭這樣，就是會很溫和的這樣經過。然後就是很內斂，然後我沒有意會到他，然後他們就會不停的，就是再晃過一次，對，不停的出現，然後或者是在你生活裡面會出現那種象徵性的東西，對。然后當你意識到說他來報名的時候，我就把它寫下來，他就會不見了。那你怎麼知道他背後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哦，這個時候就要靜下來，因為我不是寫了1到36嗎？我之後寫完所有的名稱之後，我就會靜下來，開始在後面寫他大概的標題，他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關鍵字，然後每一個關鍵字寫完之後，我才會再把它單獨拉出來去發展你剛剛看到的所有東西。其實我後來寫到36的時候，我有點後悔。怎麼了？我應該要再多一點。你覺得講不完？講不完。就像剛剛一開始講，是跟宇宙做合作，因為宇宙他想要給的東西是這麼多，然後你不能夠這邊一抓，這邊抓，你要有個系統性的把它列出來。最後一張是第一個先寫出来的。你說結界這一張？對。平常你覺得家裡面不乾淨或是什麼時候，你就把那張牌拿出來也可以的那種，就供在那。對，就放在那，少點一炷香也是不用點香啊，就是放在那邊這樣子。照你這樣說的話，那就是牌本身有一個它的力量，還是說它是一個我們意念的投射？我覺得牌本身的力量吧，就像剛才講，我只是一個通道，我只是借由這個東西，我把宇宙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跟頻率跟震動，我把它刻在這上面而已。可是這跟我沒關係，有點像是就是三太子給了你一張名片，然後就說你可以把這名片印600份，然後分給大家。對，他說我想要加入這次的活動，對，然後需要我保佑的人就把這一張放在之類的他床頭，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所以大家在這卡牌上面接收到的能量是三太子，不是你的，不是，完全沒有，完全沒有我的。這張比較特別一點，這張是正牌裡面最後一張，它也代表業力連接，跟切斷業力。因為我覺得每個人身上都會有一些看不見的東西，但不用害怕啦，它不是說你抽到你身上就有什麼，大家都有啦，不用擔心。只是說可能你最近受到它的影響比較深，或者是你有什麼必須要斬斷的不要的緣分，或是你該離開的地方，你就會抽到這張牌。對，它不是代表很黑暗或陰暗。我記得一開始在創作的時候，其實這個冥界之門我那時候想的是阿努比斯，可是我一直不想要把他的形象直接放上去，对不对？对，我觉得構圖沒有辦法到完整，所以我就換其他方式。然後這張牌也是我也很喜歡的一張牌，這張牌是我們所有人都是被關照着，我們都是被看着的、愛着的，對，不用擔心自己會離開被照顧的範圍，大家都是被照顧的，不論你今天生活過得怎麼樣，你覺得你很慘或什麼，沒有，那都只是體驗的一部分。對，都自己選的。對，第一張是 M56 星雲，好冷門的一個。對，他那個來報名，他代表的是死亡，不代表結束，而是一個重生的開始。它雖然是爆炸了，這顆星球雖然爆炸了，可是它的星雲卻會給其他的養分，讓更多的星球，或是讓更多的生命可以再延續。唯一一個重複的訊息，就是貫穿整副牌卡的訊息，就叫做愛。這是唯一一個我要很努力去讓它出現在牌卡裡面，可是又不能讓大家覺得你怎麼好像每一張牌都在講這個。但是實際上，宇宙運作的真理就是這個字，沒有其他了。這副牌真的這樣聽起來真的很特別耶。我自己也覺得它很特別，它等於是宇宙跟高靈們給大家來，他們親自來傳訊哎。對啊，而且是我覺得現在的靈性有點太多了，泛濫了。對，我不敢說我一定是什麼，可是这是至少我覺得從我這30幾年的生命來，我覺得我目前為止做最有意義的一件事。這是啊。
因為你原本的身份，你原本在做的服務就是一個傳訊者。對，可是我覺得大家有時候可能久了會變成說依賴，對，就是依賴這個老師說什麼，我有什麼問題就一定要問他。可是其實我們要練習的是相信自己。對，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是跟宇宙還有高我連接在一起的，其實所有人都是連接在一起的，所以沒有必要說一定是相信某個人。我們也只是解讀，解讀的結果你也要看這個人解讀者中不中立、客不客觀。如果他不客觀，跟他的意圖，对，就會發生很多不好的狀態。所以其實這也是我為什麼會第一不想要大家一直來問我，然後第二我想出牌卡的原因，就是因為如果你們都可以靠自己的話，那你就不用擔心會被騙或會吃虧或者什麼的，除非你真的遇到你自己客觀不了解決的問題，你再來問我。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其實你也可以把電子版的說明書丟到 ChatGPT 或是 Grok。你的意思說就是把你的問題跟這上面已經有說明的東西，因為說明書雖然是有說明，可是可能跟每個人問的問題沒有辦法那麼，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沒有辦法聯想，對，去解讀的那麼細，對，這真的是需要一些練習的。每個人其實都有通靈能力，都有接收訊息跟解讀的能力，只是大家沒有去練習。沒錯，那大家所謂這些占卜師老師，但他們只是有很長時間花很多的時間跟精力在練習跟學習這件事情，所以我們才会花錢去依賴他們嘛。对，那大家如果可以自己多花一些時間跟精力來練習這件事情的話，久了之後你自己就是一個解讀師啊。对啊，那如果你不想的話，你就是借用 AI 去幫你做解讀。对，你要不要嘗試用用看？好，讓我來抽一張。所以既然這一副牌它是讓大家自由的去解讀，对，想怎麼抽應該也就怎麼抽了吧，对不對？對啊，就沒有一定要怎麼洗怎麼切怎麼樣。其實我也都沒有一定要怎麼樣，我這副牌唯一的規定就是用完之後麻煩放回牌卡的盒子裡面，因為盒底有結界，可以淨化，這是唯一的一個要求，其他都沒有。你應該那個，你說上面要寫是不是？就一個那個警告的標誌，使用完請務必放回盒內。這太可怕了吧？大家才會知道這重要性啊！你就抽，你就隨便抽啊。那我要先想我的問題嗎？看你啊，看我嗎？我不用想問題，亂抽也可以，是不是？可以，它就會是你當下需要的東西。我有時候會這樣，有時候就是可能沒有特別的想什麼。對，我還蠻喜歡那種牌卡自己。你這個有點太多，有點太多，不好意思，有點太多，那個訊息可能沒有辦法解讀。剛剛還罵髒話，不好意思，可能有很多需要你。太多了吧？這只是一個失手吧？這應該只是意外吧？盲抽一下哈。好，這是一封信，你要嘗試解讀一下嗎？好，這張牌上面哈，就是一個像卡片一樣的信封，可是在信封外面就已經寫着字了。對，然後背後有一些像是光束之類的，跟宇宙的星雲，我覺得是應該是不是有點像是有一些要把它轉換為文字好困難，是不是？對，大家都覺得我很容易嗎？對啊，就是你可能有時候腦子裡面有一些我理解你理解的東西，對，我要怎麼用語言把它，好棒哦，有時候大家就可以理解我的不容易了。對的，所以這副牌也是做來那個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文字？真的不容易耶，而且有一些東西是感覺，然後直接這樣拿出來給你，對，然後你要去找要什麼文字才可以貼切的去形容這個。加油！來自高維跟宇宙的訊息，其實已經傳達給我了。我要勇敢的打開它嗎？媽，為什麼是接媽？因為我不知道，太可愛了。媽是對於那個解讀文字的那個，不要加這個不確定性，在自己解讀的時候不需要，它就是給你的東西啊。
他就已經送到你的腦海跟心裡了。我不要再去懷疑，不要再懷疑了。對，不要再懷疑，不要再加那個媽。對，那個媽是對於我不知道我文字選的對不對的那個。可以啊。就這樣啦，那個說明書也不用看了嘛，对不對？就相信自己。可以啊，你不想看也 OK 啊？我想看哦，就是因为才會嗎？差不多啦，有點緊張。差不多啊。這字很多，我也需要全部念出來嗎？它其實就是生命之流的邀請信，它要你順流。你現在要走到的是順流，就像你剛剛講的，宇宙跟高我的訊息已經給你了。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接下它，接受。而且我覺得這個，該怎麼說？用圖來傳達這個意義的這個圖的設計，我不會講中文，語言那麼困難吶。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畫一個，就是一個信封，可能它就會充滿了更多未知。它可以表達的意思太多了。對，可是因為你今天已經把文字寫在信封外面了。就是有點像是，我就已經表明給你看了，你連打開都不用打開，就已經攤在你面前了，它已經在了，對，你已經收到這個訊息了，沒錯，就是所以才會在圖上面跟文字上面去配合琢磨很久很久，心裡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什麼意思啊？什麼意思啊？不知道呢。哈？可能就是這牌卡的能量吧。應該吧，因為它都沒有我的能量，它就是宇宙給你的東西啊。就是好像有一個什麼東西被觸動了，然後又得到了一點支持跟溫暖的感覺。是齁，是，是你覺得是這一張牌卡的感覺，還是這整副牌的感覺？其實整副牌都是這樣子。對啊。他原本就是要告訴你，你其實一直都是被宇宙支持的，你都是被照顧的，你就是宇宙從來沒有離開過你啊！對啊，我們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我們都是宇宙一部分，沒有離開過我們啊，只是我們一直忽略它而已啊。這副牌只是要來告訴我們，我們要怎麼樣撿回和宇宙的訊號。這我覺得它有點像是一個媒介，它是對，因為我們說。冥想好像有點太飄渺了，對，它是一個無形的東西。可是借由一個實體的、有圖案、有圖像、有訊息的一個物體，它好像真的就可以把那個訊息在實體明確一點的，包括這個能量傳遞到你的手中。是因為其實圖案跟文字，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振動頻率跟能量的，所以其實以前的梵文每一個字都是一個頻率振動。我真的有感受到沒有在好小對，是不是？我算對能量算有一點敏感，那我可能前面也沒有靜心，也沒有先幹嘛，可是就已經可以感覺到。對啊，有幾個身心靈圈的人有摸過來，他們摸了之後就說起雞皮疙瘩，就是他們自己也有感受到那個能量。大家如果想要體驗看看宇宙的愛是什麼樣的感覺，來買這副牌回去摸摸看，你就可以。我們空口無憑嘛，對不對？說宇宙的愛什麼什麼什麼，自己買回去，你自己摸一摸你就知道了。真的就是自己買回去，然後抽一張牌，你大概就知道了。那感覺很特別哦。就莫名的就來了耶，需要喘一下，是喘一喘嗎？這感覺就是有點像是你可能忽然看到鬼，或忽然看到神，你知道看到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被撼動了一下。對，不是說不是看到鬼那麼這種負面的啦，是說當你見證了一些奇蹟，或者是平常不會出現在生活當中的東西的時候，你比如說你看到有人出車禍，可能人飛起來的那種感覺，就是一種被打到的感覺啊。它一定打到你內心的某一件事情，它不是只是
那麼簡單的牌卡。他不是他不是，他從來就对啊，我從一開始在做這副牌卡的時候，他就不是這麼簡單的牌卡啊。我想要問一個那個牌卡迷思，有一些占卜師不是會，或是自己買牌卡回去的人會覺得說啊，這個牌卡不要給別人碰哦。你覺得有？我覺得可以碰啊。對我來講啦，我不介意別人碰，可是我不會讓每一個人都碰。除非這個人讓我覺得他需要抽，或者我不會讓這樣做。那每個人弄完之後，我都會自己淨化一下，點個線香，或者是點個鼠尾草，或者是點個聖木等等的，就稍微把它淨化一下。就是不要殘留上一個人的能量，這樣就好了。對，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買這副牌卡回去要幫別人占卜的時候，你也可以就是你幫對方抽。對，其實我都是直接幫他們抽啊，是因為你想要保持牌卡能量的乾淨。对对对，反正大家這個買回去盒子後面都已經有這個净化、自動淨化的功能了。對啦，對，就是丟進去就好了，就看你啦。對，看你有沒有想要給別人碰啦，真的很方便丟進去就好了。对，丟進去就好了，幹嘛？所以我就說你這邊要一個那個嘛警告標示，很大，對對對，很這樣貼上去就不好看啊。這樣大家才會那個啊！我再做一張小卡啦，我再做張小卡，然後放進去啊，這樣可以嗎？你這樣想象，如果說我做出來牌卡會長怎樣？然後一些莫名其妙，好像警告很大的那個。對，我如果今天就是我這副牌卡買回去，然後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就是想要得到什麼引導，我只是就是很一般想說，我今天運勢如何啊什麼的，你就打開啊，然後隨便抽啊。因為我很好奇，就是因為它的東西太深了，我要怎麼把那麼深的東西運用在簡單的解讀上面？我有點好奇。你試試。好，我今天只講一個哈，今日運勢，今日都快過了，沒關係啦。好，今日運勢我抽到這一張，你今天蠻開心的哦。我今天還好呢。怎麼了？你先解。好，我抽到這個 Cosmic Awakening 嗎？這張中文叫宇宙覺醒。覺得就是打開心去接受流動，類似。但如果你是要用在今日運勢的話，我會說你今天會開啟一個新的 project， 或者是新的嘗試，就是可能是你這半個月到1個月都沒有去做過的事情。半個月到1個月。對，你今天錄節目，我剛不就說我很久沒有錄節目，然後今天剛好啊，錄完之後，為什麼會這樣用這樣子來解讀？因為其實它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鐘，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那是鐘。對啊，這邊有個很大的鐘，其實它就有點像是它的中文名字是敲醒你嘛，你是一個新的開始。鐘聲我們聽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新的開始，該起床了。好，懶了很久沒有做影片，該做了。也是，就是它是一個全新的東西，就是它是一個新的，就是你可能從今天開始，你突然又有動力了，你又開始有什麼新的想法，你又開始有想做的事情了。你可能前陣子都很萎靡，有真的之類的。那來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如何得到這副牌卡好了。我在嘖上面募資，其實本來那時候就獨資出了啦，所以是因為還是有人想要買，所以就會延長到12月6號，因為它其實有很多方案，就是文具方案，就是筆記本加紙膠帶。先講回來這個圖好了，這個圖其實最外圈這邊啊是28星宿，中國的28星宿，它其實也是一個結界圖。我那時候設想是，我很喜歡寫東西，所以我的設想是，大家可以抽了牌，然後每一天寫下來，或是寫自己的夢日記，或者是靈感等等的，不要亂寫在那種隨隨便便的本子上。這些東西都還是有能量啦。哪些東西？寫下來的東西，書寫有能量的流動。对，它的能量是什麼？它就是在訓練你跟宇宙的連接。那你在連接的當下，你得到的訊息，就是如果你翻開它寫，其實就是你獲得了這個能量的保護。然後也有靈魂畫，在募資的上面已經會看到你的名字了，所以我會借由你的名字跟你的出生年月日，然後去幫你連接你的靈魂，然後畫出你靈魂的樣貌。然後還有一個是這一條是跟這個相應的水晶手鏈，就是能量上是相符合的。很感謝飛為
我覺得已經不是說為我們節目為大家帶來這部牌卡，是為這個世界帶來一個媒介。這麼大的嗎？這東西很大我其實在做的時候沒有想到這麼大，我也沒有想這麼多。這其實就像你去廟裡拔杯抽籤的一支一支，它上面一支一支只有寫數字而已，然後你還要再去換那個籤，你等於是把那個東西濃縮在這個上面，有點類似。這不容易耶。當然我只是個媒介而已啦，我只是就是他們經由我把這東西弄出來而已，可是那個壓力上其實也是挺大的，因為我覺得我會想要把他想要呈現的東西完整的呈現出来，因为你今天你是他們的媒介，对，而你不是只是幫一個人寫自傳而已，不是，對，你幫那麼大的宇宙力量，對，在傳達一個很難變成文字訊息的東西，很難，而且要濃縮成就是短短，因為其實我發現現在大家不太習慣看字，所以你要濃縮成短短的2頁左右。我其實精簡很多東西，對，其實它原本應該，不然這本書就會跟這個盒子一樣厚。你自己覺得他們想要傳達給世人的是什麼？因為這個東西有點大，然後是所有人都在尋找的東西，所以我不確定它是不是可以講，但的確它貫穿了我們所有的宇宙法則、生命跟所有的一切，它很像是宇宙成型的原因跟宇宙存在的原因。你不是說就是愛嗎？對啊，這是每個人都在尋找的。你真的知道愛嗎？你理解愛嗎？你了解愛嗎？這是一個問題耶，你知道嗎？就我們所有在經歷生命的這所有的一切，我們最終的目的只是在體驗愛是什麼而已。愛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這是每一個人的課題耶。我講出來，我不是你可以講，可是會懂的就會懂，不會懂的就不會懂。你要怎麼去解釋到讓所有人都知道，能夠理解？其實我們都在尋找愛，我們都在理解愛，我們都在創造愛，我們都在感受愛。你要怎麼樣讓人家知道說整個宇宙的運作是愛？對，而且我們一個人一生有限的生命當中，能夠有的體驗就只有那麼多，是有限的。再加上我們體悟能力有限，所以你如何再把你經歷到的這些所有的事情都能夠去真正的明了到他到底是要教你什麼。而且你要再說回來，有些人过得不好的時候，你跟他說這是愛，他能理解嗎？對啊，你要怎麼樣在一個低谷，然後在低潮，甚至是被打壓的狀態說，對，這是愛。很難呢，他只是覺得你的功能消微，對，拎不快就拎北京嘛，這個狀況之類，對啊，就是覺得你現在在那邊講什麼風涼話，你知道我的狀況是什麼嗎？你知道我經過什麼嗎？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所以其實很難去完整的表達出來說，我看到的就是愛，我要這麼表達，而且就算你真的講出來了，那可能不是他現在的他需要的。對，可能他現在就是需要一口飯。对，然後你跟他說你現在的這些苦難跟哀樂，這是宇宙的愛呀，然後就問號什麼意思？他就說你可以給我一口飯，生氣。他想說什麼叫做我哀樂就是宇宙的愛，所以宇宙給我的愛就叫我哀樂嘛。就是你要怎麼去解釋這個東西，然後你要去再告訴他說，哦，你經歷的原因什麼什麼是。就是太多了，然後對，這就是別人的課題，對，有需要參與嗎？而且我覺得真的很妙，就是即使是同樣的主題，可是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每一個人體驗不同的，就像我們人生10幾、20、30、45，對，那發生那麼多的事情，去累積下來，讓你如何去理解這件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樣。沒錯，你真的不可能讓所有人理解。我最近也有很大的體悟，就是有一些我原本以為我懂得什麼是愛，我原本以為這是愛的東西，原來不是，或者是說某一些我無法理解的行為，那也是他們愛我的方式。
恨也是一種愛。對，就是愛的面貌跟呈現的方式有那麼多種。當一個人真的地球是一個我後來真的就發現體悟越多越不知道該說什麼。你知道剛刚跟你講的就是這一陣子經歷了很多大風大浪跟一些體悟之後，為什麼那麼久沒有做影片的關係，就是因為覺得很難把那麼大那麼深的東西講出來，變成一個好像便利貼，大家都可以懂，可以應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個，不管是影片或者是內容，所以才會就是一直不知道該怎麼開始。然後我們之前就約好了，就是今天要來錄，對。可是我就一直有一點就是我不知道我現在的狀態是不是我可以，而且我們的時間其實蠻臨時的，2-3天前才講，就是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一個你就算沒有準備好，你不用準備啦，反正宇宙丟到你面前這個時間點就是最好的時間點，你不用再等說心裡做好準備3個月後或者什麼的，就是現在对現在的一切當下就是最好的狀態，沒錯，所以它最適合呈現的狀態。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在這支影片裡面的那個狀態跟之前不太一樣的話，那就是現在這個 moment 最真實的我。很好啊，我覺得很棒啊，就是花點時間認識新的自己。很多東西真的都你要經歷了，你走過了，而且還不一定會知道哦。对，不是說你走過了你就知道，實際上你走過爬上來了，你恢復到原本的你了，然後回去看，不帶情緒的回去看，然後你可以笑笑的走掉，你才叫走过。有时候你當下發生的這件事情，不是說你明後天或1個禮拜之後可能就有能夠想開或者有什麼體悟的。我最近才就是好，也不是說最近啊，就是這1年，有很多個機會，就是讓我忽然明了了一些10幾20年前的事情，或者是很小的時候的事情，那種原本以為都忘記的事情，然後忽然想起來，忽然接通了，或者是說一個卡點過了，或者是你忽然明白這一切為什麼要這麼安排的時候，你會起雞皮疙瘩哦。對，就是哇，宇宙也不會怕說我記性不好，就是在關鍵時刻想不起來當初發生什麼事情。不會，該想起來，該是你的就是你的，沒過就下次再來而已嘛，對不起，就這樣。而且我還體悟到一件事情，就是當你要經歷了很多痛苦之後，你還可以選擇善良。這真的不容易，很難。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其實沒有。而且這個善良是要純粹的善良，是不帶有任何，不是說我幫助你我就可以上天堂。對，然後不是說我講而已的那種，是真的打從心裡還會去心疼，然後有感受，然後難過的這種善良，很難，真的很難。我們這一集再不結束不了了。大家去看一下《魂之印記》這副牌卡，我真的有被打到嚇到。好的下不是壞的下。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被打到已經想要下單的話，我覺得我們這部影片很大的幾率大家会在下面留言說你們到底在攻啥。好了，我們結束這集。好，拜。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如果來找我占卜，叫你們去拜拜就乖乖去拜拜就好，不要問太多，就是去拜。有一些事情你可能不需要知道，对，就拜就好。忽然穿插了一個奇妙的訊息。